有沒有小夥伴愛吃紅棗卻討厭去核的？千萬別用老方法浪費果肉啦！大家好，我是小孫，去紅棗核有技巧。今天來給大家分享3個去紅棗核的方法，3秒1個，又快又完整，一點都不浪費。大家平時是不是去核又慢又費肉？學會這幾招輕鬆解決。今天來給大家分享，讓我們紅棗去紅棗核的幾個小技巧。趕緊跟着我的視頻一起來看一看吧。紅棗咱們大家都愛吃，它的營養價值也非常的高，含有豐富的鐵元素。平時我們用來泡茶、煲湯或者是煲粥都少不了它。但是說到給紅棗去核，卻難倒了不少的朋友。你們是不是也經常卡在去核的這一步？我們生活中很多朋友給紅棗去核，都是直接用剪刀把紅棗這樣剪下來。其實這個方法是不對的，為什麼這樣說呢？特別的浪費。那麼下面就來給大家分享幾個去紅棗核的方法，3秒1個，又快又好，而且呢一點也不浪費。那麼在此之前，先來給大家說一說我們平時常用到的方法。第一種，很多朋友就是直接用剪刀，這樣沿着果核把上面的果肉剪下來。我們可以看到上面會有許許多多的浪費。殘留在果核上面的紅棗，用手摳都摳不下來，切得特別牢固，這樣呢就引起了大量的浪費，而且你切下來的紅棗大的大，小的小，也不均勻。所以說，不管是從浪不浪費方面來說，這樣從美觀方面來說都是不可取的。那麼生活中到底有多少朋友用的是這種方法呢？有的話評論區扣個1，讓我看一看。第二種方法，還有一部分朋友是直接用菜刀沿着果核。其實它和我們剪刀的原理是一樣的，都是沿着果核處把果肉剪下來。那麼它的缺點一樣，剩下的果核上面的果肉更多，比剛才直接用剪刀剪的還要更加的浪費。所以說用菜刀切更不可取，而且你看切下來的果肉也是大的大，小的小。因此呢，我們生活中常用到的这2種方法都是不可取的。接下来給大家分享一個特別好用的方法，也只需要家裡面的一個剪刀，我們用剪刀沿着果核處將這個紅棗縱向1分為2，把它均勻的切開，直接用力往下切，往下剪，剪到果肉處就剪不動了。這個樣子剪好後，現在我們用手輕輕的旋轉，果肉大再旋轉1、2下，這個果肉輕輕鬆鬆的就被取下來了。取下來的這一邊可以看到果核上面非常乾淨，沒有任何的果肉殘留。一整個果核就被取下來了。我們現在來對比一下，這樣取下來的果核非常的乾淨，沒有任何的果肉殘留在上面，而且呢，這個紅棗也沒有引起任何的浪費。你看，對比我們剛才用剪刀剪下來，用菜刀切下來的，是不是差距非常的大？所以說，用對方法非常重要。那麼很多朋友覺得這個樣子不能讓我們的紅棗保留完整性。想要完整紅棗去核的家人們，接下來仔細看好啦。如果你想要紅棗把棗核去掉之後，依然和沒有去核一樣同樣完整的話，那麼就來看第2個方法。第2個方法也超級簡單，我們只需要準備家裡面的吸管。我們準備吸管的時候，最好是準備和我們紅棗大小差不多的。現在我們把吸管取出來，對準紅棗，用斜邊的這一端給它戳進去，然後旋轉2下，背面旋轉2下後，再換一個方向，從紅棗的這一邊同樣給它戳進去。現在你可以神奇的發現，我們的紅棗核輕輕鬆鬆的順着我們的吸管被取了下來，而取出來的紅棗，你看它外表特別完整，和我們沒有去核的紅棗對比一下，除了它的2端有一個孔洞之外，其他地方完全一模一樣。放在一起都看不出來是被我們去掉紅棗核的，而且我們可以看到，以這種方式去下來的棗核，它也非常的乾淨，沒有引起任何的浪費。那很多朋友說，我家裡面沒有這個吸管，沒有吸管該怎麼辦呢？別着急，第3種家家戶戶都能用到。來看第3個方法，家裡面擀面杖總有吧？取出家裡面的擀面杖，然後再把我們想要去核的紅棗放在菜板上，順着這個紅棗它的一個走向給它平行，將我們的擀面杖壓下去，來回的碾一碾，主要是把它壓扁，
你看，像这樣壓扁之後，我們紅棗的果肉就會和紅棗核出現分離，這個時候直接從我們有裂縫的地方給它掰開。你看這個紅棗核，我們用手輕輕一拿，一整個完整脫落，上面沒有任何多餘的紅棗肉的殘留，整個紅棗也去得非常乾淨，不會引起任何的浪費。去核的紅棗直接放入杯子裡面，我們就可以用來泡水喝啦，或者是用來做自己想做的一些美食。如果你是想用來泡水的話，一定要把水燒到180度來進行冲泡，用剛燒開的水來冲泡，這樣才能把紅棗裡面的營養成分充分的浸泡出來，更容易被我們的人體吸收和利用，放置不燙嘴就可以喝啦。那麼今天主要給大家分享了3個去棗核的小方法，一個比一個更好用，你最喜歡哪一個呢？你平時在家裡面是怎麼去紅棗核的呢？如果你還有其他更好的方法的話，歡迎在評論區留言討論，把你的方法分享出來，讓更多的朋友知道，讓更多的人受益。也希望今天的視頻能對你有所幫助。喜歡本期乾貨，記得點讚收藏。咱們本期視頻分享就到這裡啦，我們下期不見不散，拜拜。